Hello， 大家好，我是仙草，欢迎收看我的视频。欢迎大家收看仙草帮建第6期。该系列旨在和大家一起建设岛上没有头绪的区域。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投稿岛主的内容吧。首先还是根据岛主提供的信息来复刻初始地形。这是我复刻出的区域初始地形格子图。今天的区域和上期一样，是在服务处右侧的一片空区。北面有河流瀑布，瀑布上有一个2层通道，右侧也有2层环绕。这是复刻出的区域地形地图，可以看见湖中还有一块小景观，是岛主自己已经建好的，我在这里也做了保留。今天的建设也涉及地形改动，最终的地形地图我会放在片尾处。今天岛主的需求是想要一个简单自然田园风格的场景，不想要大型家具搭建的场景，地形可以改动，桥坡都还有富余可以架设，也不用安置建筑。考虑到岛主之前就想在2层这块架设坡道通路，我也保留下这个想法，并使用岛主现用的设计码来建设今天的场景。白线内就是今天要建设的区域了。这里是刚刚提到的岛主自建的湖中景，我也还原在这里。那么先开始今天的地形部分，我先把2层扩大拓展出来。并标记好建设坡道的位置。因为这块区域周围4面8方都要通场景，所以我想把这里做成一个岔路过渡区。虽然不扩大2层，直接架一个竖向坡道，也能用道路来划分出岔路，但考虑到岛主不喜欢太多大家具的场景，我还是选择在地形上做出变化，让简单的场景变得更丰富有层次一些。在2层的下边圆中间挖出瀑布，瀑布下接上一个小水池，呼应后面河流的水域。现在地形部分就完成了，整个区域也被地形划分成了3个部分。左侧1层，中间2层和右侧1层。现在坡道就架好了，这里我没有选择天然坡道，是因为预设的场景里没有和天然坡道上的石头样式呼应的深灰色石头元素，而之后要铺设的道路是木板图案，原木台阶会更加契合，这样场景里的颜色就会固定下来，不会太花哨。我先从左侧1层开始，在场景边缘种树，在河岸边加上原木桩作为自然栅栏，也能不遮挡河景。树周围加上灌木丰富，让树林看起来茂密一些。再加一点花草，显得更生动活泼一点。中间留出的空区铺上绿叶地的设计码。这套9宫格设计码的边缘弧度不是非常清晰，所以我在左上角的图里标记出每一步是铺的哪一格，方便大家参考。从服务处铺出连续的小木板路，作为今天的主要道路，弯弯曲曲地铺设出自然感即可。因为是在服务处旁边的过渡区，居民们会更容易来来往往，所以我布置成一个休息落座的小场景。
围绕着中心的座位，四周加上稍高一些的自然家具，场景会更有聚拢的效果，既简单也紧凑。再增加一条小路通向南边的区域，两侧则是以植物为主的纯自然空间。接着我们上来2层，来布置今天的第2个部分。先在瀑布边铺上绿叶地作为打底，用小木板铺出道路，道路走向大致呈一个倒 Y 形，可以来连通3个方向的区域。在场景的边缘，特别是有直角的边缘，看着不太自然的地方，种上灌木遮盖。中间用小鸟水盆作为岔路口的点缀。其余地方都以花草为主，因为2层上本身空间不大，加上为了避免遮挡道路和瀑布上岛主本身的造景视线，所以都尽量选了较低矮些的植物。最后就是右侧1层的空区了，因为坡道背后对着岛主的雕塑湖景，所以就不再种树遮挡了，反而留出座位可以来观景。整体风格依然和左侧1层保持一致。木板路从坡道向南贯通，路左侧同样也是用植物填空的自然空间，顺便也能遮挡悬崖断面。右侧靠近2层的部分，为了减少悬崖对场景里增加的视觉高低差，我选择了较高的家具，像是路标、树木和大篷车。再搭配上花草，最后一块区域也完成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帮线内容了，希望岛主喜欢，大家看得有趣。最终地形地图我也放在这里，设计码会放在简介里，有需要的友友可以查看。如果觉得这个系列还不错，还想看其他岛主的投稿改建的话，麻烦大家多多3连，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非常感谢大家。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